说起商朝呢，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约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由陈汤灭夏朝建立商朝，再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商朝总共延续了500余年，传三世王，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公里。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商的始祖呢是谢，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呢，而受封于商邑。而谢呢是武帝姒的儿子，高祖父呢是轩辕皇帝。传说谢的母亲呢简狄洗澡，忽然之间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呢便怀孕生谢，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商朝是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为使奴隶制社会秩序的稳固呢，以奴隶主贵族为统治阶级，并形成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商汤呢即陈汤，汤呢是谢的第14代孙。商朝开国君主建立商朝后呢，在位12年。商汤继位商国君主时呢，夏桀暴虐无道，同时又对民众以及所属方国的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商汤被欺负的想要反抗，但是自己的商国不到70里的地盘，怎么也拧不过夏朝的大腿这时候谋臣伊尹呢就向商汤出谋由他带着土特产亲自去朝贺夏桀，同时在夏王都呢住一段时间，就观察这个夏朝的情况，以备反抗。同时呢，让商汤扩大地盘，从商国周边的小国入手蚕食。在夏王都住了3年的伊尹呢，就带着可以行动的消息返回了商国。一切看似很顺利的进行着，却遇到了大旱。而商王国赤地百里，但商汤依然决定发兵。此时的夏桀正举行盟会有民国未到，并且公开叛乱呢，所以夏桀就决定先灭掉有民国后再去教训在自己眼皮底下做小动作的这个商国。但是与有民国的战争呢，使夏桀尽失精锐之时，无奈呢，夏桀只能选择招商汤入朝，并将这个商汤呢囚禁在了下台。伊尹得知夏桀将自己的老板商汤囚禁起来之后，就搜集了许多的珍宝玩物美女呢，就献给了夏桀，请求呢释放商汤。夏桀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商汤送来了许多的珍宝玩物呢和美女，就非常的高兴，也就下令将商汤释放回了商国。被放回的商国呢更加下定决心灭夏，于是就联合起了被夏桀伤了心的诸侯们最终在征伐了20年之后灭掉了夏朝。在经过了3000诸侯大会之后呢，商汤呢就被推举为天子，建立商朝。也因为商汤以武力灭夏呢，打破了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呢，中国历代的王朝皆如此。而商汤死后由儿子外丙继位，是商朝的第2任君主。由于外丙的哥哥太丁早逝呢，由此就由他继位。商汤的第3任君主呢，又名仲仁，是汤的第3子。哥哥外丙死后继位，他死后呢，就传位给了长兄太丁的儿子太甲。太甲呢是商汤的嫡长孙，太丁之子，在位12年。太甲继位之初呢，由4朝元老伊尹辅政。伊尹连写了《四命》《祖后》等几篇文章呢，教导太甲遵照祖先的法制呢，努力做一位明君。在伊尹的督促下呢，太甲继位后呢，前后2年其作为还过得去，但是从第3年开始呢，他就任意的发号施令一味的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混乱，又破坏了商汤制定的法规。伊尹虽然百般的劝阻呢，但他听不进去伊尹只好将他放逐到了商汤墓地附近的宫殿，让他自我反省，自己呢摄政当起了国王，史称伊尹放太甲。那么太甲在同宫3年呢，悔过自责，伊尹呢又将他迎回了亳都，也就是当今的河南商丘市，还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呢，能修德，于是呢，诸侯都归顺于商王，百姓呢得以安宁。而沃丁呢是太甲之子，商朝的第5任君主在位29年。沃丁在位8年时呢，辅政的功臣伊尹就去世了。沃丁以天子之礼呢，将伊尹的墓地葬于亳都附近，亲自临丧3年。而伊尹死后呢，沃丁呢以旧丹为卿士，也就是宰相嘛，同时也是商汤时的老臣，他就辅佐朝政了，仍然采取着伊尹节用宽民的政策，发扬祖制以德治商，笃行汤法。太根呢是太甲之子，哥哥沃丁死后继位是商朝第6任君主。太根在位期间呢，履行商汤的治国之道是商朝的一代明君。死后呢，其子小甲继位。小甲在位时呢，商朝以亳为都。小甲死后呢，弟弟雍己继位，商朝开始了第1次的衰败。
他在位期间呢，定都于亳，昏庸无能，荒废政事呢，导致商朝衰落。各位诸侯的势力啊日益膨胀，已导致了很多诸侯啊故意不来朝贡。所以雍吉死后啊，其弟太戊继位，在位啊75年，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太戊在位期间呢，勤政修德，治国抚民，任用伊尹的儿子呢伊稚、巫咸担任国相，掌握国政，发扬呢夏禹、商汤的王道，使得开始衰败的商朝啊再度得以兴盛，各个诸侯呢纷纷的归顺了起来。太戊与太甲足以呢并称啊三世，即三位有贡献的君主。仲丁是商王太戊之子，商朝的第10任君主。仲丁元年呢，就将这个都城从亳呢，也就是商丘啊，西迁到了敖，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当时呢，商朝的东南方彝族兴起啊。仲丁6年呢，彝族中的蓝彝进攻商朝，仲丁出兵击退蓝彝，但也导致了自身势力的精锐啊损失严重，使得他死后呢，自己的兄弟啊凭借自己的武力争夺他留下的王位，造成了9世之乱。也就是当儿子和当弟弟的呀，都觉得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王位呢只有一个，那就只能打了呀。自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呢，商朝啊就开始分崩离析，王族成员为了抢王位呢，多次爆发内战，就持续了9代。在公元前1300年呢，此时的商朝啊内乱不止，诸侯不朝，杨甲已经无法控制商朝的局面了。他是商朝的第19位君主。杨甲死后呢，盘庚继位，他是商朝的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盘庚对百姓呢体贴有加，宁可自己吃粗茶淡饭呢，也不找百姓要钱，对贵族势力啊来打压。他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呢，决心再次迁都。之前的300年之中呢，商朝已经5次迁都啊，每回运气都不好，不是遇到战乱就是天灾，搬迁呢就是等于把自己的家业推倒重来。而盘庚呢，想要找个安宁富饶的土地，于是他决定搬迁到殷，也就是当今的河南安阳。据说当时那里的土地啊肥沃，天气宜人，有森林有湖泊，想打猎啊抓鱼都非常容易，而且远离黄河呢，也不怕发大水，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之后的200多年呢，商朝啊就都在这里发展，再也没有迁都过，所以商朝呢也叫殷商。盘庚迁殷之后呢，整顿了商朝的政治，遵循了商汤的德政，发展经济，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所以诸侯呢又都来啊朝见盘庚了。因为这里住的比较久呢，所以商朝的很多文物啊都在这里留了下来。我国从1928年到2000年就不断的在这里挖出文物，其中就包括几万片的甲骨文。历史学家呢从中辨识出了5000多个单字，就证明了商朝的人呢当时非常有文化。而殷商的另一个发现就是青铜器啊，比如说祭祀用的大鼎啊，喝酒用的器具啊，一应俱全，可见当时的人们啊非常懂得享乐。而盘庚之后呢，就是小辛，商王盘庚之弟，祖丁之子。小辛在盘庚死后即位啊，相传在位21年，但因为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呢，使商朝呢国运又一次的衰落。小乙是商朝的第21位君主，在位时呢，让太子啊武丁呢去田地里耕作，为以后的武丁中兴啊打好了关键的基础，并征伐东夷、鬼方等，同时制定了商代祭祀的制度。那么武丁呢是商王小乙之子，武丁少年时期呢就遵父亲的命啊，役于外，与平民一起劳作，得以了解了民众的疾苦以及种地的艰辛，与下层的民众啊比较接近。所以在位时期呢，勤于执政，任用啊刑徒出身的贤能之人啊辅政，励精图治，使得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丁鉴于朔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的西北边的安全，于是他就采取了各个击破之策呢，多次的遣将呢发兵进攻，又亲自的率兵出征，终将朔方和土方征服。长达3年的时间呢，平定鬼方，发重兵呢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的羌人充当奴隶。统兵南征呢，深入荆楚之地呢，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呢征伐夷方、八方、蜀以及虎方等等。武丁对周边的方国部族的战争啊，拓展了商朝的版图和势力范围，促使中原地区啊与周边的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了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至达摩、南于江汉流域啊，包括众多的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呢武丁中兴。那么武丁死后呢，武丁的次子祖庚有长兄祖己因受到后母的构陷啊，被父亲武丁逐出京城，
后含冤而死，所以三弟祖甲为后母所生。为表示不愿与兄长争夺王位呢，便暗自离宫出走了。武丁病死呢，祖根得以继位。继位后呢，祖根继续实行武丁中兴的事业，积极开拓遵循礼制，是一个积极孝顺的君主。在他的统治年间呢，商代的经济文化和国力都十分的强盛。祖根在位7年，去世后由三弟祖甲继位。祖甲祖根之弟，在位33年呢，原本商王武丁偏爱幼子祖甲，打算废太子祖根而改立祖甲，但是祖甲认为这是违礼之举，不可强行废立，否则呢可能重演九世之乱。因此呢，他效法武丁当年之举呢，就离开了王都，到平民当中生活。武丁死后呢，由太子祖根继位，这使得祖根非常的感动呢，便立祖甲为王位继承人。所以祖根继位7年后病死呢，祖甲这才回到王位继位。他曾征伐西戎，在他在位呢早期尚能照顾民众，让商朝中兴。那么祖甲死后呢，由其子领辛继位。领辛继位初期呢，羌方在今天的陕甘一带又重新崛起，屡犯商朝，使得商朝呢遭遇了很大的损失，促使领辛呢决定用兵平定西戎。而商王领辛针对羌方的武装势力强悍等特点，战前呢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局。一面呢命戍军战避锋芒，伺机而动；一面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的进犯。还征调了魏、虎、寿等几个部落出兵攻打，打散了蚕丛氏部族。蚕丛氏的首领被射杀，并派出了与王族关系密切的竺、何等5族务守，但羌族呢仍未被歼灭。根丁是领辛的弟弟。根丁在位期间呢，羌方屡犯商朝，对氐方、芷方等羌族部落进行了多次的讨伐。虽然擒杀羌方方伯，占领了羌方部分的土地，但并没有将羌方完全征服，成为了一大隐患。而吴乙呢，是商王根丁之子。吴乙在位时间呢，商朝国势已逐渐的衰落，政治观念和礼制方面开始产生了变化。传统的天神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吴乙呢便是其中的代表。吴乙初期，商朝东方的部落东夷逐渐又强大起来，他们分别迁移到了淮河、泰山一带，其势力更是达到了商朝统治中心的地区。吴乙南北征伐，先是征伐芷方，芷方呢在商朝的西部，势力比较强大。吴乙在位期间呢，多次调动重兵加以征伐，参战的军队常常在几千人以上。最后吴乙征服了芷方，俘虏了2000余人，多数呢都作为了奴隶。吴乙曾还出兵讨伐并征服南方的各个诸侯归国，屠杀很多当地的百姓，最终死于征战西方方国部落的战斗当中。而文丁呢是商朝吴乙之子呢，文丁继位后呢，为了解除周围人的威胁采取了怀柔政策。帝乙呢是文丁之子商朝第29任君主，在位26年。帝乙继位期间呢，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了，所以东方的夷人呢，各个部族强盛了起来，就不断的侵袭了商朝统治地区，严重的威胁到了商朝的后方。而帝乙2年呢，周部落呢，也就是周朝的前身，就攻打商朝。帝乙3年呢，昆夷攻打商朝。帝乙死后呢，帝辛继位，他是末代的君主俗称商纣王。拜《封神演义》的小说所显呢，商纣王绝对是商朝最出名的君主。他暴虐无道，滥杀忠臣又宠幸狐狸精苏妲己，整体呢沉迷于喝酒享乐。然后呢，姜太公、哪吒、二郎神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呢，他们辅佐姬发，起兵伐纣呢，最终就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但是小说不等于历史嘛，商纣王也许是故意被周朝抹黑的。根据《史记》记载呢，帝辛性情刚猛，帝辛30余岁继位呢。当时的商朝开国已经500多年了，国力雄厚，物阜民丰，所以帝辛血气方刚呢，孔武有力，能徒手格挡猛兽，当时神勇一绝，而且能言善辩，还兼通音律，性好美色。于是他就凭借着丰沛的这个国力与自己过剩的这个精力，大举向东南发展，征服了土地肥沃的人方部族，从而国威远播。启用了很多的平民当官，于是腐败的贵族和自己的亲人呢，当时他就像垃圾一样清理走。而且他取消了之前的商朝的活人祭祀在正式上的变更用人制度举行了军事演习，推行了法律变革。但这些举措呢，并没有为商王朝的发展而起到贡献，反而加快了商王朝的覆灭。姬昌呢，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文王。当时呢，他的长子伯邑考呢，在商朝做人质，担任为帝辛驾车之职。后世呢，因触怒了帝辛帝辛呢就烹杀了伯邑考，并将他的肉做成了肉羹，还赐给了姬昌吃，并把姬昌囚禁2年。由于周部族的臣子们多方营救呢，并向帝辛行贿，才获得了释放。由此呢，周与商的仇恨就越来越深了。
加之后来宠幸苏护之女苏妲己，建立了许多的享乐场所，如琼室、露台、玉门等。此等劳民伤财之举呢，百姓怨声载道，朝臣谏言颇多。但商纣王不仅不听劝阻呢，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酷刑。最为人知道的酷刑呢，就是炮烙呢，就是用火呢把这个铜柱烧热，然后将人绑在铜柱上烧死，或者是抛心把人晒成肉干剥皮等等。那么对外的政策上呢，帝辛10年征伐东夷，商军进至淮水流域的幽国，与幽国的幽侯喜合兵进攻击败夷方军。公元前1056年呢，周文王姬昌去世，他的次子姬发继位。姬发以姜子牙做他的军师，遵循了文王的遗业，韬光养晦励精图治。帝辛日益混乱暴虐呢，杀王叔比干，求王叔继子。有不少人就跑去投奔了周朝。这时候武王姬发发觉攻打商朝的时机即将到来，并宣布帝辛的10大罪状。于是联合天下诸侯以堂堂之政振振之旗进军商都朝歌。因为商朝精锐都在打东夷嘛，老家当时没人防守，所以商纣王身边没兵可用匆匆于是就召集了几十万奴隶战俘，加上帝辛的哥哥微子启率领一批东夷人组成了17万大军就把周武王的联军聚于朝歌之外40里的牧野。结果这些奴隶和战俘忽然之间一夜之间叛变，溃不成军。所以周朝人不费吹灰之力长驱直入，兵临朝歌之下。帝辛退入城中登上了露台，就把他的宝玉全都挂在了身上，自焚而死。而帝辛死后苏妲己也被杀了。商朝就迎来了终结。随着殷墟文化、甲骨文的各种发现终有一天我们会还原商朝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